原生家庭会影响一辈子吗？这个问题困扰着很多人。有人在原生家庭中受过伤，父母离异、家庭暴力、过度控制、情感忽视，这些经历像一根刺扎在心里，成年后依然隐隐作痛。有人觉得自己这辈子都被原生家庭拖累了，性格缺陷来自父母，婚姻失败来自父母，事业不顺也来自父母。这种想法有一定道理，但不完整。原生家庭确实会对一个人产生深刻的影响，但这种影响是否持续一辈子，取决于这个人如何面对和处理这些影响。佛经有云，一切为心造。外在的环境和经历只是缘，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自己的心念。原生家庭是你这一世投胎时选择的第一个环境。你出生在哪个家庭，遇到什么样的父母，家庭是富裕还是贫穷，父母是温和还是暴躁，这些都是你过去世的业力所感召。你没有办法选择原生家庭，就像你没有办法选择自己出生时的样貌，但你有办法选择如何面对这个家庭给你带来的一切。很多人把成年后的所有问题都归咎于原生家庭，脾气不好怪父母脾气不好，赚不到钱怪父母没有给自己好的起点，婚姻不幸福怪父母的婚姻就不幸福。这种归因方式让人感到轻松，因为责任不在自己身上。但这种轻松是暂时的，长期下来会变成一种束缚。你越是把问题推给原生家庭，你就越是无法摆脱原生家庭的影响。因为你承认了它的决定性，就等于放弃了改变的可能性。原生家庭的影响分为两种，一种是可以改变的，另一种是难以改变但可以转化的。可以改变的是具体的行为模式和思维习惯，比如你从小被父母批评长大，习惯性的自我否定，这种习惯可以通过后天训练来改变。难以改变的是你与父母之间业力关系的基本框架。你和父母之间的因缘是过去世带来的，这一世你无法切断这个连接，但你可以转化这个连接的性质，从怨恨转化为理解，从对抗转化为接纳。欢迎来到卢书讲经典，一句经典道尽人生，读懂变化，看清人生。时下很多人把原生家庭当作一切问题的根源，你觉得这种看法有没有忽略什么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说说你的想法。原生家庭的影响之所以深刻，是因为一个人在童年时期完全没有自我保护能力。孩子的大脑和神经系统还在发育中，父母对待孩子的方式会直接塑造孩子的神经回路。一个经常被打骂的孩子，他的大脑会长期处于应激状态，这种状态成年后可能表现为焦虑、易怒、过度敏感。一个被忽视的孩子，他的大脑会形成一种信念，我不值得被关注。这种信念成年后可能表现为讨好型人格或社交回避。佛经有云，假使百千劫，所作业不亡。过去造下的业不会自动消失，它会一直在那里，直到因缘成熟时显现。原生家庭在你身上留下的痕迹就是一种业，你童年时被对待的方式，在你心中种下了相应的种子。这些种子在你成年后遇到合适的条件就会发芽。你遇到一个严厉的领导，小时候对父亲的恐惧就会被唤醒。你遇到一段亲密关系，小时候对母亲的依赖模式就会重现。这些反应不是你有意识的选择，而是种子的自然生长。很多人到了30-40岁，突然发现自己说话的方式跟父母一模一样，自己最讨厌父母的那一面，偏偏在自己身上重演了。一个从小被父亲贬低的男人，长大后发现自己也在贬低自己的儿子。一个从小被母亲控制的女儿，长大后发现自己也在控制自己的丈夫。这种现象非常普遍，因为它不是模仿，而是内化。你在原生家庭中生存下来，必须学会父母的行为模式。这些模式被刻进了你的身体里，成了你的一部分。但这并不意味着你永远无法摆脱。佛法的核心教义之一就是业可以转化。
种子种下去了，确实会长出来，但长出来之后怎么处理，主动权在你手里。你看到自己身上有父母的影子，这个看见本身就是转机的开始。很多人一辈子都看不见，他们活在自己的模式里，以为世界本来就应该是这个样子。你看见了，你就已经跟上一代人不一样了。你看见了，你就有机会选择要不要继续这样活下去。原生家庭影响一辈子的说法，在佛法看来是一种常见。常见就是认为事物是固定不变的。你认为原生家庭决定了你的一生，这个想法本身就是一种执着。佛法讲的是无常，一切都在变化中。你今天的状态不是昨天状态的简单延续，你每一刻的心念都在创造新的业。原生家庭给你的影响是过去业的一部分，但你今天的起心动念是现在业。现在业的权重远远大于过去业。佛经有云，若人修行，能转定业。定业是指那些一定会成熟的业，连定业都可以通过修行来转化，何况原生家庭带来的影响。原生家庭的影响属于不定业，它是否成熟，以什么方式成熟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现在的态度和行为。你选择原谅父母，这个原谅的行为本身就在改变业力的方向。你选择改变自己的行为模式，这个改变的努力本身就在种下新的种子。有一个现象很能说明问题，同一个家庭长大的兄弟姐妹，成年后的性格和命运往往差别很大。同样的父母，同样的教育方式，同样的家庭环境，孩子却走出了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。这说明原生家庭不是决定性的，每个孩子对这个家庭的理解不同，应对方式不同，长大后选择的不同，这些不同加在一起，足以覆盖原生家庭带来的共性影响。兄弟姐妹之间的差异，恰恰证明了人的主观能动性是真实存在的。当然，这不意味着原生家庭的影响可以轻易抹去。有些创伤非常深，深到需要很多年的修复。一个从小被严重虐待的人，他的康复之路可能非常漫长。他可能需要心理治疗，可能需要佛法修行，可能需要很多年的自我觉察。这条路不好走，但可以走。每走一步，原生家庭的影响力就减弱一分；每走一步，自己选择的力量就增强一分。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修行。修行不是让你忘记过去，忘记是不可能的，也是不必要的。修行是让你重新看待过去。你小时候被父母打骂，这件事已经发生了，你无法让它不发生，但你可以改变这件事在你心中的意义。你可以把它看作是你这一世要修的功课，而不是永远无法愈合的伤口。你可以把它看作是理解他人痛苦的起点，而不是压垮自己的石头。你可以把它看作是激发你修行的因缘，而不是阻碍你幸福的障碍。原生家庭的影响会持续多久，完全取决于你什么时候开始面对它。你逃避它，它就跟你一辈子；你对抗它，它也跟你一辈子。你既不逃避也不对抗，只是如实观察它，了解它，接纳它，它对你的控制就会慢慢减弱。这个道理跟佛法中的关照是一样的。你不对抗念头，念头就绑不住你；你不逃避痛苦，痛苦就伤不到你。你只是看着原生家庭在你身上留下的痕迹，不评判，不抗拒，不认同，这些痕迹就只是痕迹，不再是你的主人。具体怎么做？第一步是承认伤害的存在。很多人在原生家庭中受过伤，却一直告诉自己父母也不容易，他们也是为我好。这种自我安慰让伤害无法被看见，也就无法被疗愈。承认父母确实做错了，承认自己确实受伤了，这个承认不是指责，而是尊重事实。事实就是事实，不需要美化。佛经有云，直心是道场。直心就是直接面对真相的心。你不骗自己，疗愈才有可能开始。第二步是停止期待父母的改变。很多人一辈子在等父母说一句对不起，等不到就一直卡在那里。
父母会不会改变，不是你能控制的。你把疗愈的希望寄托在父母的改变上，你就把自己的幸福交给了别人。你可以做的是改变自己对父母的态度，你不再期待他们道歉，你只是接受他们就是这个样子。他们伤害过你，这是事实。他们可能永远不会认错，这也是事实。两个事实同时存在，你不需要否认任何一个。第三步是把注意力从过去转移到现在。原生家庭的问题已经发生了，你改变不了。你能改变的是今天怎么活。今天你可以选择吃健康的食物，照顾好身体。今天你可以选择跟温和的人做朋友，建立新的关系。今天你可以选择做一件让自己开心的小事，培养新的习惯。每一个今天的选择都是在为自己创造一个新的原生家庭。这个原生家庭的主人是你自己。最后把这段话送给大家：原生家庭会影响你，但不会决定你。它给你带来的伤害是真实的，你不需要假装没事，但你也不需要被这些伤害困住一辈子。你是成年人，你有能力为自己创造一个不一样的生活。你有能力选择跟父母不一样的方式对待自己和他人。你有能力把过去的苦转化为现在的慈悲。这条路不容易走，但值得走。每走一步，你就离自由更近一步。时下很多人想走出原生家庭的阴影，却不知道从哪里开始。你觉得第一步应该做什么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如果你正在经历原生家庭带来的痛苦，也可以在评论区说出来。如果这一集对你有所提醒，欢迎订阅卢叔讲经典，并开启小铃铛，让经典的话在你需要的时候再次出现。用经典照见人心，用时间验证智慧。我们下节课再见。